布鲁日是其大广场，也就是布鲁日最繁华的地方，在城市、政治、宗教、商业中心全部都在这个广场当中来发展起来。广场就可以看到所有最漂亮的建筑物啊，这里包含着耶稣圣血的圣血圣殿、布鲁日的市政厅、布鲁日的旧图书馆，整排望过去啊，每一栋建筑啊都很漂亮。曾经的布鲁日拥有了4万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在当时是很大的规模，所以也可以显示出布鲁日在那个时代的繁荣跟兴盛。有钱啊才能盖这么漂亮的建筑啊，如果没有钱啊，那你就是木头啊、一些茅草啊盖一盖而已。所以为什么欧洲有很多的城市，你有时候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这个城市的建筑怎么美成这个样子啊？很多的砖瓦、屋顶、雕塑、雕刻、画作都可以显现出这个城市当时的财力啊。那包含了布鲁日的钟楼就在这个广场之上，建在1240年，跟它附近的大学城市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根特一样啊，建立的时间都差不多。很高吗？不管啊，我们就爬上去看看咯。布鲁日的钟楼，你知道要盖钟楼要有钱啊，大家才有闲钱来盖这种东西啊，不然在以前连吃饭都不够，怎么盖那么高的楼啊？那布鲁日的钟楼最高的时期呢，有366个台阶，就是83公尺高，大概就以现在来讲，大概20多楼哦，这种高度哦。那在1280年的时候，它被烧毁了，接着重新盖好之后，是在1483年到1487年之间。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它就可以盖那么高的楼，所以欧洲的建筑真不是盖了啊。那你想想看，它隔了200多年还能够盖，也就代表当时的布鲁日有钱的时间还蛮久的哦。而且呢，它之后在加盖的时候呢，还盖了一个最高那一段8角形的中央塔楼啊。但因为高啊，当时建筑物高的很少，它又在1493年的时候被雷打到啊，整个又烧烂掉，又再重新盖一次啊。但在18世纪的时候，它又再次被雷劈到，所以这一栋楼呢，它很早以前就盖了，但是经过重复的盖来盖去，越盖越高，最后布鲁日的钟楼就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名录之一。漂亮哦！哎，钟楼好漂亮，钟楼好漂亮，值得去，值得去，没有白走。周围都很漂亮。在欧洲各地，你都可以看得到，欧洲国家很喜欢盖钟楼。其实啊，钟楼的钟声，它的日常功能相当重要。比如早上敲钟的人会敲晨钟，中午会敲午钟，黄昏会敲昏钟，甚至到了晚上还要敲回家的钟啊，提醒所有在外的人该回家了。因为以前没有手表啊，所以需要用钟来报时。
现在当然不需要，但是当时在外面工作的农民啊、工人啊都需要这个，所以钟楼盖得很高，它在敲钟的时候就能够把这个声音呢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宗教的功能啊，报时之外就是宣告宗教仪式啊，像复活节啦、圣诞节啦、耶稣升天节啦，那都一定是要敲钟的。受洗啦、死亡下葬啦，也都要敲。怎么敲？敲多大力？敲几下？还有严格的规定。身份地位的不同，敲钟的待遇也都不一样。这也就是我们常常来到欧洲会看到钟楼这么多存在的原因。而这些钟楼除了有日常生活功能报时以外，还有一种就是宗教功能。85分，好累，爬了15分钟，在布鲁日钟楼85分。你有没有发现来欧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这么爱欧洲？每一个人几乎都会为了欧洲的景色而被吸引呢？虽然欧洲有时候小偷很多啊，有时候欧洲人的个性跟华人亚洲地区不太一样，但我们还是会深深的为了他们的美丽景色，还有他们的城市街道所着迷。所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大家可以认真的看一看啊。你看到那个建筑美得不像样啊！而且重点是，这些建筑都还不是后来新盖的，不是盖的有多现代，不是盖的呢有多霸气啊，而是呢盖的非常的精致。基本上它的建筑呢，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品了。那能够保留越原汁原味越好。700年前、800年前、600年前的样子都把它保留下来，而不是现在所创造出来的。因为经典啊，永远都是经典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深深为它着迷的原因。而欧洲人对这一种方式、这一种保留历史文化的做法，也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重视啊。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财啊。我把它维护的越好，我把它守的越好，越多世界各地的人要来看看我们这美丽的景色。而且这种旅游带来的经济啊，非常受到欧洲人的重视啊！你想想看啊，只要我把我的房子顾好，只要我有美丽的景色，我把它维护好，我就可以赚一堆钱了。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到我的国家来消费、来观光嘛。而这一种经济带动呢，是最环保的，不用烧什么煤炭啊，不用搞什么污染的事情啊，它就可以赚到非常多的外汇，何乐而不为啊？所以欧洲每一个国家通常对于旅游这一块区域都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个是圣米歇尔大教堂，就在圣米歇尔桥旁边。圣米歇尔大教堂，圣米歇尔大教堂跟米歇尔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呢之前的这个工会，有5栋还保留17世纪的这个工会，就在前方左边。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叫做根特，这也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比利时城市啊。曾经因为纺织工业在中世纪风光，然后留下了很多的珍贵历史跟建筑。这里呢，因为大学城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很多的活力啊，我很喜欢这座城市哦，这座城市很漂亮哦。但是这是很多人来欧洲不会
走到的一个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里这么美啊。通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忽略了比利时，欧洲最浪漫的运河就在这一条河上面了。很多人会讲一句话说，比利时把布鲁塞尔给了欧盟布鲁日给了观光客，但是比利时人把根特留给了自己。这句话当你亲自走了一遍之后，你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这个城镇呢，观光客现在还很少，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来。因为一般来讲啊，你对欧洲不够了解，你去推广这个地方有时候推不起来，因为大家不知道来玩的人就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说我对于旅游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自己想要推展的东西，但无奈何抵抗不了大环境啊。希望我自己所崇尚的旅游方式呢，能够慢慢的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推展出来，让可以接受我这种旅游方式的朋友们或者是能够认同我们旅游观念的朋友们，大家能够一起在国外好好的享受旅游。我们刚前面经过的圣米歇尔桥，它的地理位置就在根特的中心。这个城市啊很简单，慢慢走慢慢逛，还有包含了根特钟楼、圣尼格老教堂都在这个地方。比利时最多的就是钟楼，而能够盖那么多钟楼的这个国家，也就代表当时它的经济非常的好。你想想看，这些钟楼在亚洲都看不到，因为在当时的建筑技术都没有办法盖得那么高。但是你看，在14、15世纪的时候，欧洲就有能力把一栋建筑物盖得这么高了。这个雕像威廉啊，他还给他戴了一个耳罩，还是那个耳机。他们好好玩哦，比利时人给他戴耳机。你们要讲。为了不让荷兰的郁金香啊抢在前头啊，所以比利时也可以看郁金香哦。拜加登城堡它就是在布鲁塞尔的郊区啊，建在12世纪，城堡的整体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护城河啦、桥啦、城门啦、城堡等等建筑呢都没有经过很多的破坏啊。重点来啦，重点就是呢，他们现在每年的春季也会去举行国际花展，而这个国际花展进去里面呢，就可以看得到在春天会盛开的郁金香。所以除了你可以从荷兰 Keukenhof 在春天看到郁金香之外，你也可以往南走到比利时的拜加登城堡，就在布鲁塞尔的郊区，也可以看得到美丽的郁金香哦。
拜加登城堡保存得非常的完整啊，从拱桥走进来之后，护城河、守卫入口，一直走到最里面，为的就是要看里面每一年春天所展的花卉节啊。那从4月初一直到持续到5月啊，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人精心策划，手工啊去种植了超过100万颗的球茎。光是郁金香在这里面就有400多个品种，在城堡的庭院，大量的鲜花，还有玫瑰花、郁金香，就是为了把布鲁塞尔花卉节打得响亮啊！所以在拜加登城堡，每年秋季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这些郁金香。耶，赞！你要背它，背不动。拜加登城堡又被称为叫做郁金香城堡，它建于1347年，
而且在这里赏郁金花最大的特别点是，因为有这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特色，配合上它前面的郁金香。那当然哦，它是每年4月6号开始到5月5号，大约在这个时间点哦，这个花就随着气候季节一样一样慢慢的盛开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国外看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千万不要认为花不开啊，是安排行程不好，千万不要把花不开这个问题呢怪到人的上面啊。所以啊，出国旅游啊，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就是大自然的恩赐，上天的赏赐，才能够让你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所以我说人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很痛苦了啊，很多要烦恼的事情了。那出国旅游就是让你去放松解压的嘛。所以当你出国旅游的时候，不要啊，还是一样带着忧郁的心情啊，或者是带着嫌东嫌西的心情啊，甚至一点点让你不满意的事情啊，都会打坏你旅游的兴致。不需要啊。我刚刚前面就提到了，人生辛苦的事很多，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踏上旅途出去玩的时候，应该把旅途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去转换吸收，变成你最美好的旅游回忆。毕竟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到了人家国家旅游，我们就去尊重人家，不管他们的薪资、小费制度，或者是他们的态度都好，反正一样米养万种人啊。而且再加上在国外的饮食习惯文化因为都会不同，所以有时候又众口难调，甚至你到了这个国家会不会下雨啦，该开花的季节会不会没有开啊，这又要看上天的脸色。所以你看看一个旅游有多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想去旅游？因为旅游可以带给我们满满的电力、刺激感、快乐的感觉，激发快乐的荷尔蒙，让你每天都有好心情啊。所以食物、保健品什么东西啊都不要管它哦，光是快乐就可以让身体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啊，焦虑啊、压力啊一扫而空啊。所以不用担心啊，想要快乐吗？很多提高多巴胺的方法就是呢，出国去玩，而且在玩的时候呢，去 enjoy 它，去享受它，把每一个旅游的过程呢，都把它好好的记忆在你的头脑里面啊。所以你看，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有多少方案啊？太多种了哦。那身体缺少了快乐因子啊，少了多巴胺，其实很可怕的哦。你就开始忧郁啊、焦虑啊、流眼泪啊，对吧？所以很鼓励大家常出国走走，到郊外走走，到户外多看看。拜灯花，拜家灯花，拜家灯花。其实像我们有时候在工作当中也会有烦恼啊，人生也会遇到很多很不顺利的事情啊。刚好我做旅游节目啊，而且也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所以有时候当我有一点烦闷的时候，我就想出国去走一走。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啊，但我是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我出国喜欢带着我的家人、爸妈，如果有好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啊，那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实际上能够说走就走的人不多，所以我常会告诉很多的人，如果你有办法一个人去啊，出国旅游，不要害怕，拎起你的行囊 ，Go 就走吧。如果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出去了，嘿嘿，那你来找我吧，来找我们呢，我们可能有一票志同道合的人呢，
大家都可以一起走出去玩啊，到世界各地去看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比利时拜加登城堡，也被称为郁金香城堡，因为在春季的时候，这里开满了满满的郁金香。接着我们将前往布鲁塞尔。我相信所有的人对比利时的了解，第一个印象就是留在尿尿小童，而尿尿小童就在它的首都布鲁塞尔。布鲁塞尔除了尿尿小童，还有巧克力，还有松饼，还有修道院的啤酒啊。比利时其实以它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建筑著称，很少有人不喜欢布鲁塞尔的。虽然它的名气也许比不上英国的伦敦，也许比不上法国的巴黎，或者是荷兰的库根霍夫的郁金香花海啊，或者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些运河，但真正你走到比利时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因为比利时那些建筑人让你充满了震撼啊。布鲁塞尔永远是那么令人震撼，它有很金碧辉煌的感觉。我们现在来到了布鲁塞尔的大广场，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的市政厅。这个市政厅的建筑细节呢，就足以让我们站在那边看很久了。市政厅对面还有很多以前的商会、工会，看看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在14、15世纪的时候赚了多少钱啊，才有办法盖得这么金碧辉煌啊！布鲁塞尔华丽的大广场是比利时人口最稠密也最富裕的城市，当然这里的治安也特别的乱，因为观光客太多了。现在眼前看到这一整排都是以前的商会啊。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首都，也是欧盟的首都哦。布鲁塞尔的发展呢，跟布鲁日那一些我们前面走过的旧城市啊、古老城市比较起来，它是比较晚起步的啊。布鲁日、根特、科隆之间，当时形成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贸易路线，而布鲁塞尔在中世纪的时候，才慢慢逐渐成为了纺织品的交易中心。到了17世纪的时候，更成为了蕾丝工业的重镇。布鲁塞尔市政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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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塞尔广场，布鲁塞尔广场，布鲁塞尔广场，布鲁塞尔市政厅，赞！布鲁塞尔的市政厅，其实你现在看它这么漂亮，它也曾经遭受过攻击、战争。在1695年的时候，布鲁塞尔曾经遭受到战争的重击，就是他当时跟法国打仗嘛。当时的法王路易14的军队就瞄准了市政厅的高塔，所以高有高的坏处啊，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啊，容易被敌人瞄准啊。对布鲁塞尔当时中心的高塔炮烈的攻击啊，所以当时法军就在布鲁塞尔摧毁了4000多栋的木造房屋啊，整个大广场几乎呢的木屋全部都被消灭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砖造的，因为是后来盖起来的嘛。那当时的市政厅高塔呢，不知道是当时的技术不好还是瞄得不准啊，就是没打到这个高塔啊。于是呢，战后呢，你没打到的东西就会把它神化了。所以布鲁塞尔当时的商人呢，就干脆在旁边呢，把它当作呢是一块福地，开始把它的商会开始盖起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漂亮的大广场旁边的建筑。很多旁边都是商会啊，这变成一种信仰啊，因为你没打到它，就代表这里是块福地嘛。这个就跟很多人很喜欢跟我们出去旅游是一样的啊。那已经变成一种信仰了，也变成一种品牌了。谢谢你们了。所以法国的
文豪雨果当时呢来到这个地方，看到以后就发现怎么这么美啊，就把它称为叫做欧洲最美的广场。但是说真的，他也不是吹牛啊，真的来到这个广场还会震撼它的美丽啊。唯一不美丽的是什么？这里的小偷很多啊，治安没那么好。然后有时候遇到连续假日的时候，观光客太多哦，人挤人，就这一点扣除掉之外，什么都好。布鲁塞尔现在已经是我们所知道的国际政治中心了啊。那它的老城区的大广场更是来比利时人非得来不可。但是呢，它整个爬到了国际政治中心呢，是2战之后才变成了很多的国际组织来到这个地方来驻地哦。那市政厅的建筑细节，旁边的商会，都是我们光是站在这个大广场360度绕一圈，就可以把最美丽的建筑呢，全部呢都扫到你的眼底去啊，相机拍不完啊。而这个地方的小巷子钻进去呢，也很重要啊，因为呢有一个在尿尿的人在等着你，而且是小朋友，那就是尿尿小童。而尿尿小童，因为很多人送他太多的衣服了，所以这个雕像的衣服呢，就全部拿到现在眼前的这一个尿尿小童的博物馆里面，把世界各国政要送给尿尿小童衣服的这些衣服呢放进来，因为送他太多了，他穿不完啊，穿不完就拿进去啊，放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把世界各国送给这个小朋友的东西呢都放到那个博物馆里面。真希望啊，将来也有很多人送我。所以你看，一个雕像啊这么有名啊，不大，但是呢有名声啊，就可以一个小小的雕像啊，吸引了全世界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来去欣赏它。你想想看，是不是很不得了啊？观光产业可以为你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啊！所以欧洲的真是啊，靠这些建筑啊，靠这些山水风情啊，就削翻了啊！因为很好赚啊，又不用做什么污染环境的事情。我只要把我日常生活老祖宗留给我的东西好好保存就好了，我只要不要污染这个环境就好了，就可以让我的国家赚很多钱哦。有没有布鲁塞尔的博物馆，充满艺术风格的小酒馆，气势磅礴的哥德式大教堂，还有哥德式建筑的市政厅，美丽又很富有的商会。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建筑古迹浓厚的艺文气息。小巷子里面还有卖世界上最浓醇的巧克力，布鲁塞尔以生产世界上最浓醇的巧克力闻名啊，而且布鲁塞尔的市中心呢，还有10几家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啊。那要盖星级餐厅，也就代表你要有那些消费人群啊。没错，布鲁塞尔的确拥有非常多的观光客，它的装饰艺术，哇，对美食热爱的程度呢，都可以在布鲁塞尔找得到。而且呢，布鲁塞尔也是全欧洲数一数二的购物天堂啊。包含等一下我们会走到旁边19世纪建成的拱廊街，也是布鲁塞尔最有名的购物商场，所有的名牌都在里面啊。买名牌不算什么啊，还可以买得到比利时王室他们专用的御用品牌啊。这里就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广场。
看不完的美丽，对吧？布鲁塞尔大广场最有看头的景点，就是在广场四周围被好几栋中世纪建筑所包围起来的这些建筑啊。欧洲许多的城市也有类似的广场，但是我觉得布鲁塞尔的市政广场啊，真的还不是其他欧洲国家能比的哦。而且呢，很容易被震撼住啊。所以我们的 Monica 会一直拍，因为太美了。大广场在16世纪的时候呢，它曾经也是执行死刑的场所，因为以前只要广大的公众地方啊，都会是很多集会游行跟执行死刑的地方啊。那当时那些宗教改革人士，很多的公爵都曾经在这边被判死啊。大广场在战争的时候呢，也是牺牲品啊。就我前面所说的，以前是木造建筑啊，在战争的时候几乎呢都被炸毁了啊。那经过了重修，经过了保护，才有今天这样子美丽的大广场啊。那四面八方全部都被美美的建筑围绕着啊，真的光站在中间呢，顿时就会觉得很感动啊。拿起手机一直拍照啊。但我刚刚就有讲到了，这里的小偷非常多哦，所以来到这个地方要特别留意这一件事情哦。看到很美的景色，也不要忘记有危险的小偷在你身边哦。这是大广场上唯一的挑高建筑星星之家，当时的文钦市长在这边盖起来扩充的啊，所以这一条有走廊的大楼就叫做星星之家。而这一个雕塑底下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雕像，也叫做幸运之神啊，他就是塞尔克拉斯。塞尔克拉斯呢，听说啊，摸他的手啊，会带来好运啊！名的那个炸薯条的店，你看它就这样子加连皮下去炸。马铃薯可以说是欧洲料理当中肉脸最高的淀粉类食物啊，很多人爱不释手啊。而比利时人最爱的就是马铃薯。而且呢，对于薯条的正宗地位呢，比利时跟法国呢总是呢唇枪舌战，那是你发明的还是我的最正宗啊？就跟足球世界杯一样啊。但无论如何，它的薯条吃起来口感还真的不太一样啊。有机会来比利时来吃吃看啊。那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有名的尿尿小童站，尿尿小童。尿尿小童，尿尿小童，尿尿小童，何等的魅力，何等的宣传，何等的魔力，让这个尿尿小童风靡了全世界，甚至让世界各国的元首啊，都为了尿尿小童啊，帮他做衣服来让他穿上。当然，他现在看起来就是没穿衣服。那这走到另外一边叫做尿尿女童啊，一看也知道啊，一个蹲着，一个站着。这个城市最有名的就是尿尿小童了，400年来历史，布鲁塞尔最著名的铜像就是尿尿小童啊。总是觉得很奇怪啊，尿尿女童看起来就比较没有像尿尿小男童那么可爱，会不会这么觉得啊？但如果你来到比利时有时间，不要分男女啊，男女平等啊，男生女生都去看啊，就是尿尿男童跟尿尿女童都看一下。而这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市集，也就是我前面所讲到的圣休伯特拱廊街，建在19世纪，是布鲁塞尔非常知名的购物商场，分成了王后商场、国王商场跟王子商场3个部分，里面有很多的精品啊。我告诉你啊，最爱买名牌的来这就对了啊。这里的精品呢，很多
也很多的观光客啊，最好推一个手提箱来啊，看到什么买什么就装进去啊，最快了啊。反正呢，出国自由自在的购物也是一种乐趣，你不觉得吗？像我个人就很喜欢买东买西啊，到国外我常常看到什么都想买啊，但是那种强迫购物的啊，买人头的啊，那就算了啊。所以啊，购物本来就应该要自由自在的啊，买买当地吃的啦，买买精品啦，买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在旅游都会增添很多的乐趣哦。在欧洲，人均他们的薪资呢都比我们高很多，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消费形态会认为赚了钱就是要去享受，要去消费。所以在 COVID-19 来的1年之后，其实欧洲就已经完全的解封了。这个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民主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啊。你要叫他们把口罩戴起来对他们来讲是失去自由啊。所以欧洲人比较懂得享受生活，他们也懂得安排自己的时间，甚至到他们年老的时候，他们把旅游排为首位，几乎到处出国去旅游。而且他们常常讲究的不是价钱便宜的旅游，而是适合自己、有品味、自己想要去的旅游。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医疗发达，在欧美人士啦，80-90岁的人很多啊。而现在80-90岁的人啊，通常就是以前我们的70-80岁啊，平均人们好像都有年轻快10岁啊。所以现在为什么老龄化那么高？是因为医疗发达啊，所以人的寿命就越来越长，而且身体状况也变得很好。欧美人士他们年老退休之后，他们绝对不会觉得自己是老的，所以他们呢都会到世界各地去征战，去享受，去从事他们可能在年轻时候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因为念书等等没有办法完成的梦想，到处去闯，到处去走啊。走累了，走不动了，没关系，最起码也是完成他们的梦想。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而且随遇而安，入境随俗，然后到每个国家的时候呢，总是能够用一种探险、冒险而且享乐的心情呢，去 enjoy 在他自己的旅程当中。